有很多接触交易的朋友不知道怎么提高胜率，那么今天呢，大帅就以我自己的一个技巧布林通道讲解如何把胜率由标准的 50% 提升到 70% 以上，然后以加密货币和美股来做一个案例。看完之后呢，你就能搞懂如何提高胜率和抓住一个市场的机会。这次呢，主要讲的是小周期，在这里呢，我们以1小时周期为例。如果看完视频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也记得点赞大帅的视频，谢谢大家的支持。首先呢，在这里我们打开 BTC 1小时，下面的指标的话呢，我用了一个我自己编写的 RSI 系统 V2， 简介有地址，如果你想在 TradingView 使用呢，可以在简介里找，这个免费分享给大家。上面的话呢，用的是标准参数的布林，在这里呢，我们使用的是1小时周期。首先，要想提高胜率，一定是要找准机会，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操作，而要找准方向、时机、位置，并且设置止盈止损和应对意外情况，这几点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讲方向和周期。对于方向和周期来说呢，我们一般只选择单一的一个方向。例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BTC 的布林线中轨是往下的，那么1小时周期里面，我们就只选择做空的一个机会，不要去选择做多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是顺周期走的。你可以看到做多的话呢，它的盈利空间往往只有这么多，因为下轨到中轨的距离很近，就算你在很精准的下轨位置找到机会，那么你的盈利空间大概只有这么多。但是如果做空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你的盈利空间能有这么多啊，每一波的盈利空间都是比较深的啊，所以一定要顺应市场的方向，这是提高胜率的第一点。如果你不顺应市场的方向，那么你的盈亏比往往难以拔得很高。然后周期的话呢，在这里呢，我们就使用小周期比较合适，因为小周期最练技术了。如果你使用日线周期，可能一天只能练一次，使用小时周期呢，机会也更多。然后第二点，买卖的位置呢，位置我们选择在阻力位附近。大家知道这个布林带它的特点就是当中轨往下的时候，决定了它的趋势，同时也决定了它的阻力位在中轨。可以看到几次位置在中轨附近都会形成一个阻力位。当然并不是说中轨100%就是明确的阻力，在一些市场上它可能会反弹得更高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甚至摸了一下上轨，但是在中轨这个附近整体就是一个阻力位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呢，一般我们会选择分仓位来找机会，而不是说直接全部压上。这一点呢是仓位管理，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急，分好仓位。例如，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你可以等它跌穿中轨，如果它涨上中轨的时候你担心，你不要急，等它跌穿中轨，收到中轨之下，或者这根 K 线收完明确的收到中轨之下，再来找机会。那么这种位置呢就是卖点。止损的话呢，一般设在这根 K 线的最高点，或者是这根 K 线的最高点往上一点，这就是第三点，止损和止盈。然后设置完止损之后呢，止盈的位置一般设在下轨附近，但是在这里呢，你会知道NEO在这里，你上了车，它这里也是下轨，这里也是下轨，那么在哪里设为下轨呢？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移动止盈。移动止盈的话呢，一种你可以继续以中轨为止盈，直到重新炸上中轨，你把这一段的利润吃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短期的方法也很实用，就是持续的往下来设止盈。例如你在这个位置找出了机会，那么下一个 K 线的时候，你以这个 K 线的最高点为止盈，在下一个 K 线以上一个 K 线的最高点为止盈，直到它成功突破上一个 K 线的最高点，这个位置止盈，那样呢，你的利润空间会更多一点。当然有的时候反弹呢也可能会打掉，例如这边呢它又进行一波下跌，所以这个呢没有100%最好的方法，只能说根据市场的情况
一般超跌以后你要注意反弹，但是如果反弹不动，它可能会继续下跌。好，然后还有第3点，意外情况呢？意外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你位置选得不好，它有可能在趋势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同样是涨到中轨附近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最后它在中轨震荡之后，不光站上了中轨，而且继续往上进攻。那么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很简单，增加一个超跌、超买或者趋势指标来辅助。在这里呢，大帅增加了 ISR 系统2，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块黄线往上并且始终守住，那么代表它的趋势比较强劲，尤其是要注意在中轨反复震荡不跌穿，往往就要站上了。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立刻拐头，这种往往代表趋势强度不够，或者说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它立刻开始拐头，往往代表趋势强度不够。包括这边，如果黄线往下，代表趋势是往下的。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来判断。你也可以使用默认的 RSI。当这个黄线在上面，子线站到黄线之上，远离黄线的时候，这种位置呢，一般也是一个标准的顶部。但是大家知道，交易最重要的就是盈亏比，所以只要你的方向选得对，位置选得对，盈亏比高，那么总体来说就是合适的。还有一个办法呢，你可以切换不同的周期来观察。你先切换到日线周期来观察这个位置是不是同时是一个日线级别的阻力位。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英伟达的例子。在英伟达里面呢，我就举一个上涨的例子。同样的方法，首先判断周期。你可以选择周期往上的时候做支撑，或者周期往下的时候做阻力，都可以。然后在英伟达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周期往上的时候，最好的位置往往是上穿中轨的位置，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当它上穿中轨并且回踩中轨撑住的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位置。如果没有明确的位置，像这种没有明确的位置一直在中轨之上，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不要去追逐，因为它随时有可能结束。例如这里看似好像要回踩中轨了，实际上它却直接结束了。包括这边可能看似要重新站上中轨了，但它却结束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耐心的等待一波行情的重新启动，尤其是这种经历过一波下跌之后，它再站上中轨，它的强度往往会更强，尤其是中轨开始慢慢走平，或者在中轨附近反复震荡的一个行情，这种呢往往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止盈点、止损点呢，大家要注意，在这种超跌的过程中，一般下轨是支撑，但是下轨附近是比较难寻找的。你可以看到下轨附近它很有可能连着不停的下跌，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呢，等下轨部分下跌反弹二次探底重新站上中轨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是比较好的时机。包括这边也是，当它二次探底重新站上中轨的时候，经过震荡它可能就会往上重新上攻一波。然后对于美股的市场呢，其实它和加密货币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整体走的是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行情，所以在这里呢，你要特别关注大周期，因为大周期的支撑往往是更有效的。像这种你可以看到，当它到布林通道下轨附近，往往就是一个强力的支撑，但是在这里要注意，光到下轨不行，还得确保它超跌了。例如在这里，黄线在20线之下代表超跌，对吧？当它在下轨附近在超跌了，那么它的反弹往往是有效的。好，那么总结一下如何提高布林通道的胜率。第一点，判断方向和周期，一定要选择一个顺应市场的方向。你要注意大小周期的切换，到底是做日线60分钟还是30分钟，要确保尽可能的大小周期都是处于一个相同的方向，或者大周期是往上的，小周期跌到支撑位，这种方法是比较合适的。第二点呢，买卖的位置，这一点呢一定要按照布林通道的支撑和阻力来，并且确保这个位置的支撑和阻力有效。怎么确保呢？一方面这个位置支撑撑住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快速反弹往往代表有效，或者是快速下跌往往代表有效，根据你的方向来。
第3点，止损和止盈。止损的话呢，一定要上车的时候就设置好，不要偷懒，这个一定要跟上。止盈的话呢，可以根据 K 线和市场强度来慢慢的移动，从而更好的吃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对于意外情况的话呢，可以结合多个指标，或者是采用分仓的模式，不要一次把仓位打满，这也可以很好的避开意外情况。但是只要你的盈亏比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也不怕突发的意外情况，只需记得止损一定要设上。好，那么本期的案例呢就讲解到这，谢谢支持大帅，也欢迎你点赞，在下方留言，使用大帅更多的交易指标，收看更多大帅的交易技术视频。